15规划建议全文发布，普通人有哪些逆袭的机会？请注意，这份规划是一张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核心资产分配图，也是普通人实现阶层跃迁、创业投资或者找到稳定高薪工作的终极导航图。秘籍都摆在这里了，就看你悟性高不高了。其实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看5年规划的核心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国家要解决战略痛点，谁能解决痛点，谁就能吃到红利。过去的5年，我们经历了极不寻常的挑战，包括疫情、地缘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现在中国经济要从量的堆砌彻底切换到质的飞跃，这意味着过去10年行之有效的赚钱模式正在失灵，而全新的由国家钦点的财富密码已经浮出水面。我们今天就来揭秘15规划到底写了哪些重点内容，普通人如何抓住接下来的机会，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中站稳脚跟，甚至实现人生逆袭。第一，要关注政府投资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同时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这意味着政府的钱袋子将从传统的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基础设施大项目转向投人及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与人的全面发展息息相关的服务业。对于普通人而言，与其盯着那些传统基建项目，不如关注与人直接相关的服务业，这些领域将享受政策红利，成为抵抗经济周期波动的避风港。第二，规划的核心战略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强调加快？因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在关键领域存在卡点、堵点，必须通过特殊途径，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领域取得决定性突破。这种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天然会带动巨额的资金投入和人才倾斜。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句，新质生产力必须因地制宜发展，这防止了全国一哄而上、盲目投资，意味着各地政府的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政策将高度集中在符合本地禀赋的特定新质领域。因此，普通人绝不能盲目跟风，你必须研究你所在城市的15重点，进行精准卡位。如果你所在的城市传统产业重，科技基础弱，却非要硬上量子计算、人工智能，那么你的扶持政策将会比竞争对手少。找到你与你所在城市的战略交集才是王道。第三，关注 AI 加万物，成为 AI 的驯兽师。 AI 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科技，它现在要接管我们的体力活了。规划里将目光投向了未来产业，明确提及具身智能和脑机接口，同时要求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这背后蕴含的职业机会是颠覆性的。具身智能和 AI 加的落地需要大量的应用场景建设和开发。对于普通人，机会不在于研发基础算法，而在于成为连接算法和现实场景的应用工程师或数据场景师。因此，与其害怕被 AI 取代，不如成为 AI 的驯兽师，能将 AI 工具与具体行业知识如医疗、制造、农业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将是未来的顶流人才。第四，低空经济将成为下一个万亿级风口，人才缺口巨大。未来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的数量可能越来越少，你的外卖和货物可能都是无人机送的。低空经济正在从概念变成现实，并被明确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方向。以深圳龙华区为例，该地区已经在积极构建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先导区体制机制，其核心在于解决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培育4大难题。在基础设施运维与建设方面，这需要大量的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建设、安全管理和日常维护人员。在低空飞行服务方面，随着室内无人机航路和货运无人机航路的开通，专业的无人机驾驶员、调度员和空域管理人才需求将爆发式增长。这不仅仅是操作无人机，还包括导航定位、降噪技术等核心技术的应用和维护。第五，硬核制造的蓝领薪资或将超过白领，别再鄙视蓝领工作了。随着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这些重点领域的国产化推进，掌握这些机器运作的工人将比很多普通白领值钱得多。15规划重点强调要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那么目标就是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当下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核心就是技能错配，资金和技术投入容易，但拥有硬核技术的复合型蓝领却极度缺乏。最近不是有很多新闻在说本科生回炉读技校吗？说明目前已经有这种趋势了。国家战略需要打破瓶颈，这意味着高技能人才的稀缺性溢价将远超普通白领，薪酬分配机制将向技高者多得倾斜。普通人需要做的是学会某一重点领域的某项技能，同时聚焦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将传统经验与数字技术结合，例如掌握数控机床编程、
工业互联网运维，或对传统矿业、冶金、化工进行数字化升级的技能。第六，算力时代已经来临，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就是新的水电煤，是新基建。15规划要求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催生了对特定专业人才的巨大稳定需求。普通人的机会在于成为算力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随着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数据标注、数据安全、数据合规管理人才将成为紧俏职业。另外，随着算力需求爆发，云服务、边缘计算和数据中心运维将成为新的高薪稳定岗位。第七，国家教你怎么保卫你的工资，提高你的工资。15规划已经明确要求你的工资增长要和经济增长同步，你的劳动报酬提高要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新考核指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提振消费的基石。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如果你所在的领域利润增长，而你的工资却长期停滞不前，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监管压力和社会监督。对于普通人来说，提升议价权的关键在于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更根本的是大幅提升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你拥有稀缺的硬核技能，你的议价权将大大提高。因此，技能证书的含金量未来5年可能远超你的现有学历。第八，资产大盘活，将闲置资产变成现金牛。传统的房产暴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资产增值的机会并未消失，只是转移了方向。规划提出要编制宏观资产负债表，全面摸清存量资源资产底数。这里的重点是盘活用好低效用地、闲置房产、存量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这标志着一场针对过去粗放式发展遗留资产的大清理和2次开发已经开始。对于普通投资者和创业者来说，机会在于参与存量资产的运营和服务，要多多关注地方政府的城市更新项目，将位于城市核心区域的闲置房产，如老厂房、旧商业楼等，转化为符合新型城镇化需求的新业态，如普惠托育中心、长租公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等。此外，规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股权、债券等直接融资，稳步发展期货、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这意味着传统储蓄的回报率将继续走低，普通人必须学习参与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将资金配置到符合大力发展的领域，比如规划里重点提到的5大金融方向：科技、绿色、普惠、养老和数字金融，以提高财产性收入。第9，职业技能培训会帮你拿到一张新学历。国家要解决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问题，这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现实：你现在的学历只能证明你的过去，只有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才能定义你的未来。规划要求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培训层次和补助水平。这绝不是简单的再就业培训，而是针对新质生产力所需高技能人才的定向培养。在经济转型期，大学教育体系的反应速度往往跟不上产业创新的速度，国家投入资源进行定向高层次的职业培训，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培养更多发展所需人才。普通人应将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视为高回报投资，聚焦工业互联网、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的认证，技多不压身，艺高人胆大，多一项技能你就多一个提高薪资的筹码。第10，银发经济与普惠托育是2座最具确定性的刚需金矿。在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双重挑战下，政府投入最大的就是教育、养老、健康3大民生赛道，这是抵抗经济周期的基石。银发经济方面，老年人的再就业和护理需求将会爆发。规划提到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医育、医养结合服务，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体系，扩大康复护理、安宁疗护服务供给。简言之，就是与老人护理相关的产业需求巨大，有志之士大可投身这个前景明确的领域。另外，规划还提到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这意味着身体健康、具备经验技能的老年人也有更多的再就业和创业机会。普惠托育方面，规划要求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普通人和创业者应关注政府补贴和示范试点，尤其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的方向。第11，健康中国与文化消费、精神和身体都要高质量。规划要求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这意味着医疗卫生资源将持续下沉，基层医疗技术和薪酬将提升，医疗人才下沉将是趋势。普通人如果能投身到基层医疗强基工程中，将拥有更稳定、更有前途的职业发展。在精神层面，
文化消费的升级也是重点。规划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普通人可以在文化 IP 开发、非遗活态传承、数字文创以及提升入境游便利化服务等领域寻找创业机会。第12，踏入绿色金融、碳管理和储能等全新的职业领域。我国的碳达峰目标是硬约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未来5年最具确定性的大基建项目。规划要求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新型储能，加快智能电网和微电网建设。这个万亿级市场将为普通人创造许多全新的职业领域。规划要求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这就需要大量的碳核查、碳审计、碳交易服务和零碳工厂、园区解决方案的人才参与。在储能技术应用方面，新型储能工程师、智能电网运维人员、分布式能源系统集成商，这些都是未来能源体系的核心人才。第13，打破行政壁垒，打破内卷。国家要让你在统一大市场中做生意，不再被各种地方性土政策困扰。规划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壁垒，并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个打破内卷的信号非常强烈，这意味着依靠价格战、地方补贴以及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生存的企业将出局。普通创业者必须专注于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并具备跨区域流通和标准化能力。对于人才流动，重点区域的协同发展将带来巨大红利。规划要求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在这些国家级城市群内部，人才、资金、信息的流动将更加顺畅，是高收入人才的首选就业和创业地。拥有跨区域法律法规、供应链优化技能的人才需求将爆发。以上就是国家“1055”规划送给普通人的机会。说白了，这些机会就藏在国家的战略痛点中。谁能通过学习和创新，成为解决国家在科技自立自强、养老托育、高端制造等挑战中不可或缺的人，谁就能拿到最大的政策红利和财富回报。抓住其中一个机会，你就将是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弄潮儿。如果还想挖掘更多机会，建议把“15”规划再认真读个几十遍、几百遍。